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3、5岁开始就上辅导班，30、50岁还在熬夜爆肝。有时候想想都觉得神奇，我们是怎么做到让每个年龄段都这么累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孩子这么疯的。我们坚信吃苦就能成功，没成功就是吃的苦还不够。这种苦难教育也让一些人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成功把自己逼疯。事实上，从神经学角度来看，多巴胺决定了跟成功有关的学习和动机这2个关键要素。也就是说，能让人对成功持续产生动力的不是吃苦，而是多巴胺。而吃苦往往会造成多巴胺无法正常释放，我们接收不到大脑奖赏回路的反馈，也就失去了做事的动力，甚至有可能感受不到任何快乐，引起抑郁。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号百度。今天咱们聊聊吃苦对多巴胺系统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多巴胺对有益但无趣的事儿产生动力和渴望。相信我，坚持看完，你对多巴胺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人脑中有860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链接是动态可变的。当你想要做一件事儿，多巴胺系统就被激活，强化了跟这件事相关的神经元之间的链接强度，它们开始传递信号，让你产生做事的动力和行为。但如果这件事不能带来奖励，多巴胺就撂挑子不干了，相关神经元之间的链接也会松动，于是你也撂挑子不干了。3分钟热度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对一件事的欲望、动机、坚持的核心在于能否得到多巴胺的支持，而要得到多巴胺的支持，核心在于能否从这件事上获得奖励。吃一块巧克力，纵享丝滑就是奖励；饭后一支烟，塞过活神仙就是奖励。但这些奖励并不是巧克力和烟直接给我们的，而是它们刺激了奖赏回路中多巴胺的释放，间接给我们带来了快感。另外，多巴胺还有个原则，就是提前释放。这种前置的快感也是为了让我们产生吃巧克力、吸烟的动力，这叫做预期奖励。不过，像学习这种好像并不能带来快感的事儿，我们是如何产生动力的呢？事实上，大脑的奖赏回路有2条，一条是欲望回路，一条是控制回路。欲望回路就是简单粗暴的通过让你爽来产生欲望和动力，控制回路相对高端一点，它考虑的更多。比如你正在减肥，它就会对比吃巧克力跟减肥这2件事的预期奖励，让你管住嘴巴。也就是说，它通过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策略，比如信念、计划这些来影响你的行为。说白了就是画饼。回到吃苦，当你想要学习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东西激发了控制回路中的多巴胺，可能是老师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你想考北大。这种预期的奖励的确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带来快感，让你产生动力。于是你发愤图强，整日以书为伴，但努力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就是预期奖励很难在学习中及时兑现，得不到实际奖励就不能持续激发多巴胺，你的激情也就慢慢熄灭了。为了逼自己，你继续发扬吃苦精神，抵触即是快乐，不断自我施压，但这相当于把努力跟奖励隔绝开来，还会造成一系列链式反应。首先，你越吃苦，现实跟预期奖励的差距就越大，多巴胺就越不会释放。其次是欲望回路，这家伙一切以爽为导向，它会提高你对即时快乐的敏感度，打游戏、睡懒觉这些就变得格外诱人了。最后，大脑在意识到你在折磨自己时，就会释放一致性神经递质 GABA， 让你感觉痛苦，从而阻止你继续下去。你看，你越是逼自己努力，大脑就越排斥，越不给你多巴胺，越给你 GABA， 你也就越痛苦，越得逼自己。这是个死循环，完全是跟奖赏回路反着来，变成了惩罚回路。前面提到，哪些东西能刺激多巴胺，就能带来欲望和动力。刺激程度越高，我们的欲望和动力也就越强烈。比如，巧克力能让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提高 100%， 尼古丁提高 150%， 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提高 1000%。 这些可以看成是不同行为的多巴胺基线，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就跟这些基线有关。还拿巧克力来说，当你第一次吃了之后，大脑会标记多巴胺释放量的峰值，这个峰值就对应着巧克力的多巴胺基线。第2次再吃的时候，预期的奖励会跟这个基线持平，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吃，你有多想吃。但是如果它跟第1次的巧克力一样，多巴胺释放量的峰值就会下降，达不到基线。只有当第2次的巧克力比第1次更丝滑，换句话说，只有当实际的奖励超出心理预期，多巴胺的释放量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1次，这叫做奖赏预测误差。
这是生命系统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不过，它也把内环境的生理平衡拉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很多成瘾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当你尝试了更好吃的巧克力之后，多巴胺的基线就被提高了，你就得不断的找比之前更好吃的巧克力，才能让多巴胺的释放量达到基线水平，你才能体验到跟之前一样的快感。所以你要顺着多巴胺来，那就是一条不归路。就像毒品，不管吸毒者能找到多好的货，尝试完之后多巴胺基线就被提高了，永远满足不了。到最后，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就跟盐水一样，他们也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和行为带来的快乐。毕竟没有什么比毒品的多巴胺释放量还高。咱们再回到学习，当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心里有了预期奖励之后，奖赏回路就释放多巴胺，让你产生学习动力。但很多人会把这个预期奖励设定的特别高，比如说要考全校第一，这样学习的多巴胺基线就会特别高。问题就在这儿，你在学习的时候，即便有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进步了10名或者考了90分，但它带来的实际奖励跟预期奖励差距很大，多巴胺的释放量就远远达不到最初的基线，你也就感受不到学习过程中带来的这些细微的快乐。不愉快的事儿你肯定不愿意坚持，对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控制多巴胺的释放量，让它大于等于之前的基线，也就是每一次的实际奖励大于等于预期奖励，这样你才能持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才能在即时奖励中持续强化动力。高预期奖励的确比低预期奖励的刺激作用更大，但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你只有在完成目标时才能体验到跟预期差不多的实际奖励，而之前那些细微的小奖励你都看不上也感受不到，整个过程也就变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强化动力的第一步就是反过来，降低初始的多巴胺基线，把之前设定的那些高的远的目标换成低的近的目标。低目标意思是只比你现在的水平高一点点，比如学习，现在考600分就设定为605，再比如减肥，现在130就设定为128。低目标对应着低多巴胺基线，它有个好处就是降低阻力，这其实也相当于提高了相对动力。近目标就是能在短期内得到反馈，我现在给你100块钱，跟1年后给你150，你也会选择现在就要，对吧？因为大脑难以处理长期的信息，毕竟夜长梦多，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它会降低长期信息的权重，这叫做延迟折扣。所以设定当下的小目标对强化动力来说比长远目标更好用。当你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实际奖励就能达到甚至超过预期奖励，这个时候可以开始第二步，逐级提升多巴胺基线。说的这么玄乎，其实就是设定阶梯式的目标，原则跟初始目标一样，第二个目标只比第一个高一点点，通过低预期奖励来控制多巴胺的释放。咱们捋一下这个过程啊。首先你完成了初始目标，实际奖励会刺激多巴胺释放，给你带来快感并强化你的动力。这个时候再设定下一个目标，把多巴胺基线提高一点，预期奖励又刺激了多巴胺释放，再一次带来快感并提升动力。等于是每次你都能得到上一个实际奖励和下一个预期奖励的双重快感和双重动力。这样一来，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痛苦的，你也不用再逼自己吃苦，因为你能感受到每一次进步的快乐，也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很多小伙伴在设定目标时，通常会附加一些额外的奖励，比如考了前10名，奖励自己吃顿大餐。这本无可非议，但并不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它会把努力跟一些无关的因素联系起来，搞得跟努力就是为了吃大餐一样。如果这个奖励因为一些干扰没能实现，同样会造成多巴胺释放量达不到极限，影响动力。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休伯曼教授在他的博客里提到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人员观察幼儿园的小孩在自由活动时间会进行哪些活动。有些小孩喜欢画画，研究人员开始奖励这些小孩，比如在作品上贴个小星星，小孩们自然非常开心。但当取消了这个奖励之后，他们画画的动力和满意度明显降低，还不如没有奖励之前的时候。小孩们忘记了他们的初衷，奖励也夺走了画画本身的快乐。所以强化动力的第3步就是让努力本身成为奖励。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任何事儿只要能刺激多巴胺，就能带来快感，你就会喜欢上它。有些事儿咱们可能觉得无趣甚至是痛苦的，但还是有人乐在其中，比如学习、锻炼、冥想、冬泳。经过前面2步，我们已经能在学习中持续获得多巴胺奖励，也就有了爱上学习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避免画蛇添足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刻意给自己附加其他奖励，以免打乱我们控制多巴胺的路径。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
吃苦阻断了努力与快乐之间的联系，会让你陷入惩罚回路。多巴胺机制的关键在于，它的释放量会导致基线的上升和下降，从而影响后续的动力和行为。利用多巴胺的3个步骤分别是：降低初始的多巴胺基线，逐级提升多巴胺基线，让努力本身成为奖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小伙伴们坚持看到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点3连给我点动力。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记得给我留言，我再想想办法。一直有个困惑，我们工作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消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挣的没有花的多，到头来钱越来越少，负债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穷。工作、消费、贫穷就像是个死循环。前段流行一个新词汇新穷人，就是表面光鲜亮丽，高学历、高收入，当然也高消费，工作年限越来越长，卡上存款一点没涨，甚至是债台高筑，拆东墙补西墙。被说中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其实新穷人这个概念来自于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他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不仅通过社会地位、生产关系划定了新穷人的标准，还把工作、消费、贫穷3者的关系阐述得鞭辟入里。今天咱们就聊聊这本豆瓣8.2分的社会学著作。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蒸汽机出现后的工业社会早期，那时候工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人们在农业社会一直是家庭作坊的形式，张三打铁，李四织布，摊子虽小那也是事业啊，自己的每一份劳动收益都是可见的，所以有价值感和成就感。现在要把人从家里拉到原型监狱一样的大厂房里，干什么活什么时候干，拿多少钱都得听别人的，这搁谁都不愿意，对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伦理就出现了。工作伦理本质上就是一条戒律，就是说工作即正义，不工作不仅是不道德的，还是一种罪恶。当然这个工作必须是被认同的，就是在工厂主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下，拿劳动换报酬的工作。上层阶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劳动者教导成只服从不思考的工作机器，什么人权、自由、个性，这些平时被赞扬的人类美德，到了劳动者身上就变成了罪恶。鲍曼觉得工作伦理发挥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解决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把工作性质上升到伦理层面，很好地约束了人们，让他们服从新的工厂制度。但人是有惰性的，为自己干跟为别人干终归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一些不愿意工作的人还把希望寄托于社会救济。工作伦理继而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给人们灌输一种概念，就是你想要拿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没问题，只要你服从管理多干活就行了，也就是奉行绩效原则。在增量时代这招也确实行得通。大棒就比较极端了，他不管什么精神上的启蒙或者思想上的改造，也不指望原型监狱里的囚徒会爱上工作，而是索性不给他们选择，不工作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得不到，另外薪水降得足够低，今天挣的钱只够买今天的馒头，明天不工作就得饿肚子。就这样，资本家通过工作伦理把不合理的要求变成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人们改掉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机器。而且不管生活多悲惨，只要是通过工作换来的，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鲍曼把这个时期称为生产者社会，工作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但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科技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我们已经从物质短缺的增量时代过渡到了物质过剩的存量时代，精简成了新的行业标准，人效成了企业的目标。人们发现工作的上升空间变窄，想通过干更多活获取更多的报酬已经行不通了，而且科技越是进步，自己就越有可能被淘汰掉，人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之前那套工作伦理在大家心里的地位已经动摇了。存量时代的目标是消耗，而消耗就是吃穿用度这些消费行为，所以鲍曼把现在定义为消费者社会。跟生产者社会通过社会分工来塑造其成员的方式不同，消费者社会要求人们以消费能力和意愿参与其中，就是说幸福生活不在流水线上了，而是在超级市场里。谁能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任意挑选不断购买，谁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消费的越多，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也就越幸福。消费者社会的高明在于，每个参与其中的消费者都觉得自己掌控了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生产者社会定下的规则到这里已经没有了规则。工作伦理学演变成了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消费美学，每个人都从被操纵的棋子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我们也能发现，现在人们获取社会认同的手段都是通过我拥有什么，我买得起什么这些消费层面上的。消费市场也为了这个目的变得复杂而又灵活。为了保持消费激情，分析信用卡这些即时满足的手段就出现了。为了刺激消费欲望，频繁更新换代、联名款、限量款这些产品也被制造出来。
为了缩短购买周期，一些消费品还使用了计划报废策略，所以过去的东西是人没它还在，现在的东西3天就得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张三今天买个包，李四明天做个脸，还有层出不穷的潮流，比如网红景点、潮牌联名、手办盲盒、冲浪露营等等。小伙伴可能会说，没钱理性消费就好，但理性的度是会变的。你看到自己觉得很贵的商品烂大街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省了，觉得是不是应该适当享受一下生活。再加上朋友圈、小红书各种晒图打卡，你会有一种脱离了社会圈子的感觉，觉得自己被社会道德鄙视和抛弃了，没办法获取社会认同，没办法体验正常生活了。你看，以前是谁工作谁骄傲，现在是谁有能力消费谁骄傲。反过来，以前没有工作被社会道德鄙视，生活悲惨的人被称为穷人，而现在是没有能力消费或者在消费行为上选择性比较少的人被称为新穷人。贫穷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它也是一种羞愧感和负罪感的心理状态。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你开始想要拼命工作换取更多的报酬，虽然你也不清楚这能不能带来更多报酬，但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慢慢的就卷起来了。所以新穷人承受着工作和消费的双重压力，不工作会被社会道德鄙视，工作了不消费还是被鄙视，结果就是挣钱花钱再挣钱，挣得多花的也多。在消费者社会，工作虽然不再是自我构建的轴心，但也没有被弃如敝履，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劳动力过剩就意味着工厂企业有更多选择权，不用要求员工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个职位都有一大批人竞争，你不干别人就干，也不用去监督约束或者画饼，因为越来越卷的环境无形中给了他们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就是天方夜谭。灵活性劳动代替了铁饭碗，滚动合同代替了工作保障，而这个灵活性更像是被美化后的描述，它更多代表着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看不到的未来。其次，工作也跟其他活动一样，需要受到美学的审视。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的说，任何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没有高低贵贱，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但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就不同了，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一些高大上的、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才能产生成就感，才会被追捧，而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工作就是没有价值的苦差事。什么才叫富有美学内涵的工作呢？鲍曼给了几个标准：一、必须是有趣的，就是工作本身就能带来快乐；二、富有创造性的，充满激情，并且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三、能够自我实现的，就是能够带来骄傲、自尊、荣誉，能够作为生活的核心。很明显，这种工作一天24小时投身其中也不会觉得痛苦。当然也很明显，在新穷人群体中根本找不到，他们是成功企业家的专属，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杰夫贝佐斯、埃隆马斯克。在消费者社会，他们只负责不断创造让人们不断消费的东西。最后，失业这个概念也随着每一次经济周期的轮回发生着变化。一般我们觉得失业是经济放缓的暂时表现，过了这段时间，工作就纷至沓来，所有人都能充分就业。但鲍曼发现，就业水平从来没有在连续萧条之后恢复过，再加上经济发展之路转向了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更多的工作，这种无情的累加推动了范式转变的产生，失业就逐渐被过剩取代了。跟失业不同，过剩就是多余的、边外的、不被需要的。鲍曼对这一现象批判的更为直白，过剩的人没法增加社会财富，增加的只是社会负担，仿佛在消费者社会没了他们，经济反而会更好，所以他们会一直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结果就是新穷人努力做着不符合美学的工作，力求在消费市场上有更多选择，获取社会认同，但收入不稳定，收支不平衡，让他们没办法在工作上有更多话语权，只能忍受高强度的加班、领导的压榨。毕竟一旦失业就可能沦为过剩的人，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同事抱怨辞职不干了，但真正敢把辞职信扔到老板脸上的寥寥无几。书中的最后一章是新穷人的前景，但25页的内容更像是鲍曼出于人道主义的温情流露。显然从社会层面上很难找到唯一的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从个人层面上做出一些改变。哲学家卡尔布莱尼说过，理解自己所受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接受消费者社会，接受人和消费品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时刻保持警觉和质疑的态度，才有独立自主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必把生活过得浮躁，欲望是无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二者的落差就是沮丧、焦虑、不愉快的根本原因。艾比克泰德说，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从外界转向内心，穿过物质的海洋，寻找真正重要的东西。另外，要摆脱新穷人这个道德绑架式的定义，我们还需要提升自我价值感，就是自己先重视自己，做到自信、自尊、自强。我们要意识到，获得别人的尊重并不是只有消费这一个途径，一个人的才能、人格、修养同样能得到社会重视。最后还想说，工作也好，消费也好，他们都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心灵奇旅》中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殊不知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
消费界的几个迷惑行为，宁愿付不起下个月房租，也要买昂贵的包包、手机，甚至刷爆信用卡四处贷款。消费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舒服，还是陷入窘境？看到明星网红穿某件衣服，用某套化妆品，就坚信一定是好的，闭眼都能入。消费决策是我们自主选择，还是受外界的影响？工作是为了消费，消费又助长了欲望，只好屈膝于老板的 CPU， 更加努力的工作。是我们占有了商品，还是商品奴役着我们？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借《制造消费者》这本书聊聊消费市场的前世今生，消费主义的幕后推手，以及消费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个世纪前，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缺什么买什么，人们都是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没吃的自己种粮食，没穿的自己缝制衣服，就连房子都是用石头粘土盖的。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产出很低，几乎没有剩余产品，因此不可能出现商业活动。另外受制于交通和运输条件，出行基本靠腿，条件好点的也就是马腿，所以大规模的货物流通也是不可能的。即便有物品交换，大多局限于小范围的熟人之间，所以当时的世界是由无数个固定且彼此孤立的小型社群构成的。就好比我跟王裁缝一个村，我用我种的小麦跟他换2尺布做衣服没问题，但你要让我背着粮食走10公里去其他村换，那我宁愿不穿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群彼此间是没有什么交流的，现代概念的市场还尚未形成。到了19世纪，蒸汽机得以应用，工业时代解放了人类生产力，对市场兴起和商品普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距离已经不再是商品流通的阻碍了，商家可以通过火车把产品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大众手中。以前村里的人只能在王裁缝那做粗布麻衣，现在其他地方运来了棉布衣服，穿着舒服还好看，大家肯定就不在王裁缝那做衣服了。商品从只能在社群内部小范围交易，变成了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自给自足的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生产的本质就改变了，人们不再为自己生产，而是为世界生产，通过交换来实现对他人和社会的使用价值。以前我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是为了卖出去换钱，然后再买自己不能生产的其他商品。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同时生产跟消费的过程彻底分离了。如此一来，消费市场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也就诞生了。市场出现了，现实危机也出现了。你想啊，我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哪天施肥哪天除草都一清二楚。从王裁缝那做的衣服虽然刺挠，但至少也是真材实料。而现在的商品都是由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经过复杂的过程制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奶里是否加了3聚氰胺，猪肉里是否加了瘦肉精。物品不再是劳动的直接产物，人们对它们的生产环境、制作过程一无所知，也无法判断其成本、构造、原材料，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商品在橱窗里供人们挑选时，仿佛不属于任何社会网络，而是独立的存在着。它们在人们眼中变得越来越神秘，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败污。为了解决现实危机，大型公司开始在品牌上做文章，来引导消费者对商品的理解。比如 A 公司生产的衣服，我不了解肯定不会买，但如果品牌宣传这是英国皇室御用裁缝做的，我立马就抛弃了王裁缝。品牌用联想的方式对人们产生影响，它将一系列想法和价值纳入产品中，而这些想法和价值从本质上说与产品本身是不相干的。一个符号或者一句话就让离消费者很远的生产商有血有肉，让失去个性的工业化产品自成一格，也更助长了人们的败物情节。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作者唐斯莱特认为，商品败物的思想使交换价值不仅以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来决定，还掺杂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价值。市场有了，品牌有了，就等着消费者掏钱了。在小社群式的社会环境下，大家的活动范围就那么1亩3分地儿，彼此也都知根知底儿。我每年收多少斤粮食，王裁缝一天做几件衣服，李屠夫养了几头猪，大家一个村儿，家里啥条件谁也瞒不住谁。但现在不一样了，交易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人们每天要面对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就只能通过穿的衣服、戴的首饰、钱包的厚度来评判彼此。人人都想在别人眼里假装自己属于更高的社会层级，所以人人都想加入这场 cosplay 游戏中。但 cosplay 也需要投入，下层记忆的硬性条件有限，注定成不了消费的主力。真正有条件的还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什么？是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的阶级，他们可以说是工业时代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也就成了消费的领头羊。
这群人来自工人阶级，却鄙视工人阶级，渴望往上爬，然而又得不到贵族阶级的认可，于是他们只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接近贵族文化。但阶级跨越不是你想跨就能跨的，特别是在之前，人们都遵从一种自然的社会等级，每个人都以符合其等级的方式生活着。不同等级的人在衣食住行上甚至有严格的标准，比如德国纽伦堡规定贵族可以用丝绸装饰马车，商人只能用布，他要是用了丝绸，贵族就不开心了。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现在资产阶级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无奈被等级制度限制着，就好比我一年挣的钱足够买10辆奔驰，你却规定我只能骑3蹦子出门，我能愿意吗？对吧？为了获得相应的消费权利，资产阶级开始自封贵族，这样一来，等级社会逐渐崩塌，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被重塑了。能买什么不再取决于他生来优越与否，只取决于他有多少钱。贵族感不再是天定的，而成为一种阶级标志，可以拿钱砸出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都取决于别人的看法，而别人的看法又取决于这个人的表象。所以资产阶级努力证明自己的财富，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人展示，就是我不仅要买，我还要炫耀，你说气人不？所以消费行为就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购买一件物品来使用，而是要看到其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它像是一种通用代码，展示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看似是人们选择是商品，但实际上是服从着一种集体的社会逻辑。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内在需求而消费，他们是被符号价值牵着鼻子走。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守住他所属的阶级，就必须遵守这个消费法则。现在我们应该就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不停地买东西，疯狂迷恋奢侈品。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这些东西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虽然付不起下个月房租，还不上信用卡欠款，但在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他们又成功装到了。资产阶级是走在消费前沿的一群人，但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只有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参与到消费中，才能形成真正的商业海啸。当时的消费市场比较依赖商业基础设施，信息传播又不像现在这么便捷和广泛，在农村和小城镇生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出过村，自然也就体会不到消费的乐趣。好在19世纪印刷品流行了起来，成为了传递各种想法和信息的载体，成为了展示遥远商品的媒介。那些有着漂亮图案和艳丽色彩的印刷品吸引了不少人，他们收集着传播着，图像背后的产品品牌也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想象。这些图片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精神自足，让人们对商品充满了想象，激发着他们的消费欲望。井底之蛙没什么问题，但看过了外面世界的井底之蛙就有问题了。他们会觉得世界原来这么大，衣服还有破洞的，头发还有彩色的，自己的物质欲就这样慢慢被激发。印刷品让商品走出了货架和橱窗，商品目录、报纸和杂志就像掌上商店，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潜在顾客。里面的文章和图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改变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的焦虑。当人们想要改变的时候，他们又恰好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19世纪末，电影的出现更加强化了商品幽灵般的存在。这种新媒介的投射力是前所未有的，观众被动态影像所吸引，对荧幕上的演员、服饰和各种事物着迷。商品是明星与观众之间的媒介，电影在彰显着戏剧性力量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商品载体的巨大潜力。就这样，商品通过杂志、电影等媒介毫不费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很好地起到了消费教育、社会想象植入和商品平常化的作用。在1960年之后，商业领域几乎所有新的发展都是在重复和放大已经发生的现象，它们无疑不助长了我们的消费欲望和拜物情节。首先，得益于科技和贸易的发展，商品更加不受时空的约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中国的棉花会运到孟加拉国，由当地的工人制成 T 恤，再运到法国的品牌商店里销售，而你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动动手指，这件 T 恤也能很快寄到你手里。人们对商品的欲望不再受流通限制的约束，可以迅速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不过，技术的发展从来不会让人的欲望满足，相反，速度越增加，人们越不耐烦。市场流通的惊人进步，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只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其次，互联网的发展让图像对媒体世界的统治尽善尽美。网络每天都充斥着百万文本、照片和视听数据。现在我们通过网络一天接收的资讯，可能比之前的人们看1个月的杂志都多。我们通过逃避、投射、认同和模仿，探寻着自己想要的身份定位，算法也会反馈过来最适合我们的内容。我们以为是自己找到了身份认同，
所以愿意为这份心理需求消费。殊不知他们是为了让我们消费才营造了这种身份认同。所以网页上的链接刚好是自己想看的，网红推荐的产品也是自己想要的，我们甚至发现不了这些是隐藏极深的广告形式，还以为自己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最后支付方式的转变也把消费的节点大大提前了，借备白条信用卡，我们不仅不用等待，甚至能提前享受到未来才能拥有的东西。一旦透支了未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仅消费欲望被无限放大，财务危机也在不远处潜伏着。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消费，再一边还贷，到头来就像笼子里的小白鼠，跑得越快，笼子转得越快，永远停不下来。不同的是，小白鼠只是在原地奔跑，而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额的个人债务。我们在人前营造了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但也不得不在人后为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买单，成为英国社会学家西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让·鲍德里安在《消费社会》中写道，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短短的2个世纪是消费市场和消费主义诞生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商品中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商业制造消费者的过程，是商品逐渐奴役消费者的过程。今天咱们回顾的这些，或许能让我们正视消费主义，成为消费市场的决策者，找到无需用暴力消费来维系的真正的宁静。